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由于昨天是美国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所以美股不开盘啊，因此呢，行情主要围绕着上周五美股的反弹来进行啊。那上周五美股的反弹呢，让比特币持续出现了一个不断的小幅的上涨。我们回到比特币来看啊，那么目前为止，比特币已经经历了一个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起点位置是在1月11日的这根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它突破了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40均线、169均线和围绕着$19,000形成了一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突破之后呢，行情在1月20日出现了一个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开启的标志啊，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呢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阳线组，我们看到8阶阳线组走的非常复杂，并且呢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结构。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附近发生跌落，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假的跌破，跌破之后呢迅速反弹上来，并且脱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2月17日的这个焦点位。脱离焦点位之后，我们看到行情持续的上涨，并且呢有预计啊，有预兆的是，行情在走出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组之后，有可能走日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我们的第二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目标点位是在$28,000，因此呢，在$25,000附近不用过度担心，耐心等待它继续上行，并且目前为止这个上行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横向的结构基本上已经结束，并且有可能向上继续发展成一个向上的突破性结构。在这个上涨结构没有完全走出来之前，就一直看它上涨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行情我们看不懂摸不透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走出来。那包括目前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啊，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它是由一个向上的一个结构引发出来的。因此呢，我们继续看多行情能够走出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能够到达$28,000到$30,000，从而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在更细节的一些15分钟级别的这个 K 线体系当中，我们看到总是出现一个快速下杀、迅速反弹，这样的行情呢，会严重干扰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是呢，我们要追踪溯源啊，目前行情已经反弹了60%，虽然很多人会恐高，但是我们看到上方在即使是15分钟级别，它依然走势非常强势，迟迟没有对$25,000进行正式的突破啊。虽然现在是站到了$25,000，但还没有乖离$25,000。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平头哥啊。这个平头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横向的一个压力位。那这个压力位进行完整的突破之后，我认为行情必然会走出不断创新高的结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啊，它也是一个上涨结构的一个延续。因此呢，毫不怀疑当前目前是一个多头趋势。在多头趋势当中，如何找到进场点位是我们在这轮行情的关键。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15分钟级别，因为我们在15分钟级别上可以看到这个50均线、10均线、1440均线、169均线，我画出来的这几个重要的4条均线。那在这个均线系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50均线和10均线目前已经突破上涨，脱离了下方的黄色和绿色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那么这是一个多头的行情。那如果这个均线系统或者 K 线回踩了15分钟级别的144、169，到达$24,500附近，就是一个可以建仓第一个仓位的一个很好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不断的切换到小线级别。那我们知道15分钟级别是24,500，那么小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24,300到24,000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仓位的进场的位置。那么第三个仓位进场位置，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那么从24,500到23,000这个区间，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个有支撑位的一个位置。因此呢，在行情当中
首先我们把握趋势，刚才说了那么多，主要是告诉大家目前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么建仓的方法，我们可以用15分钟级别、小时线级别、4小时级别它的一个多重均线的一个。主要是50日均线、10日均线、140日均线、169日均线多重均线的这个法则如果出现回踩的话，就可以布局分布式布局仓位，然后呢把握趋势布局仓位，最后呢就是在它突破之后不断的获利，同时呢这几个仓位也要设置一定的止损把握这几点，设置止损，把握趋势，分仓进场最终呢可能获得到达$28,000以后的趋势上的获利。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走势相对是弱势的。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这个交易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虽然不断的相对于比特币下探，但是下方呢它是有一个0.067的支撑的，这个支撑呢可以追踪溯源到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这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通过焦点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支撑位，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呢是容易发生反弹的。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不断的试探这里，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是走平的状态，但是接近这个压力位之后呢很容易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的话，我认为它起码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以太坊的爆发在这轮行情的爆发很快要出现，因为它已经到这个底部位置，到这个支撑位置了。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行情当中，那么目前以太坊是站上了$1700，并且呢在这个位置在这个$1700的位置上形成了筹码密集区。在这个筹码密集区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做出了一个同比特币非常类似的结构就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落之后反弹，反弹之后呢多头行情依然存在，并且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行情当中以太坊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走出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目前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走出了同比特币类似的一个悟空阳线和后面非常复杂的8节阳线。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日线级别它有可能走到$2000附近，最终呢完成它的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已经走出来了，8节阳线还没有明显走出来，那么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呢是有可能出现的，我们的目标位同样是$2000附近。那么这轮行情最应该重点关注的板块当然是香港板块那么首先要关注板块当中的龙头肯定是 CFX 那么早在22年的11月份香港金融局的副主席李大志就在演说中提到了要大力发展香港的数字货币要做到互联互通这个珠港澳这个互联互通重要的东西龙头肯定是数字货币。那么这件事情经过多次发酵之后要在6月1日正式的达成共识。那么目前是接近3月份，那么炒币重点要炒什么呢？我认为肯定是要炒预期。那么这么强烈的预期之下，香港板块成为当前的龙头，龙头的龙头必然就是目前涨势最好、最成为热点的公链项目。那么目前 CFX 在这个不断的上涨之下，甚至有人提出未来 CFX 可能是国产的以太坊公链。那因此呢，关注 CFX 的行情是我们这一轮应该把握的机会炒币就是炒热期、炒预期。那么到6月份之前 CFX 的预期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我们看CFX 目前的涨幅和涨速它在第一轮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志性的阳线是在1月26日，那么1月26日，比特币已经是出现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1月20日，这个比特币走出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那么它的爆发呢是在比特币反弹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反弹之后那么1月20日比特币出现悟空阳线。
那么1月26日 ，CF 叉出现了第一根上涨的标志性的阳线，标志性的阳线，乌库阳线走来之后走8节阳线组，这个8节阳线组走的非常复杂，非常复杂的8节阳线组之后走沙层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完成之后，那么从上周开始，2月20日2月19日这一天走出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的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昨天走出了一个8节阳线，8节阳线之后，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如果能够完成的话，我认为能够到达0.6美金附近。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周期切换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就看起来非常简单，这个结构呢就是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的一个非常清楚明了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2根干扰性的 K 线，这2根干扰性 K 线呢，我们认为是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2个干扰性 K 线，妖怪 K 线，那么这3根 K 线呢构成了一个悟空阳线组，然后是8节阳线组，本周走出了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不要紧因为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在这里面有一些震荡无所谓但是周线级别上，它的周线级别上涨吸的趋势已经走出了3组。那么最后一组可能会走得非常疯狂、非常暴力所以呢，周线级别上涨吸给出了一个目标位是在1美金附近毕竟它是一个公链，并且是热点当中的龙头热点板块当中的龙头，所以呢，不用过度担心。很多人说昨天晚上已经进入到疯魔情绪当中，很多币种已经翻倍但是对于龙头来说，它的趋势依旧存在的情况下我认为还可以继续持有有朋友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你过度担心的话，你可以减1成仓位如果你能睡着觉的情况下你把这个仓位降下来一点这样的话呢，它跌下来之后，你还有买进的理由，或者呢，你把这1层仓位你可以提价出去消费总而言之呢，做行情一定要清仓的尽自己的能力按自己的能力去来不要把自己搞得每天都休息不好这样呢，你能把握住趋势。如果你每天都很担心这个行情要么涨要么跌那你最终这个趋势是拿不到一个好的高度的只有把握好你自己的心态，才能在这个行情当中尽可能的吃到你应该通过学习应该能获得的这些利润。那么对于香港板块来说我其他的币种就不说了，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iQueen 或者非小号当中的香港板块重点关注龙头或者是次龙头那么关注龙头之后尽量不要碰这个目前为止香港板块已经爆发之后，但是它的涨幅不大的币种因为我们知道晚攻当晚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要做的就做龙头其他的滞涨的币种尽量不要去碰做龙头的同时要把这个仓位打散怎么样打散仓位呢在不同的价格去布局它，就能够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下来。仓位打散之后，每个仓位尽量设置止损，这样呢，你能够把握这个趋势当中应该能够获得的利润。那么多不说了在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